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超人 SP 曹仁。SP 曹仁的两个羁绊，夏侯渊是盾队的，曹植则是脏水队的。真正有用的羁绊只有盾队的夏侯渊，脏水队基本还是查无此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只会讲夏侯渊羁绊。曹仁的怒弓会对敌方一列目标造成伤害，并将目标身上3个可驱散的负面状态升级为衰弱后，再重新施加在目标身上，同时使自身获得 30% 最大生命值的铁铠。这个技能是不是听起来有些熟悉呢？没错啦，这其实就是饕餮也有的能力。虽然饕餮只能将2种异常状态转换成衰弱，比 SP 曹仁少了一个，但饕餮的能力是直接面向敌方全体的被动能力。所以实际上是会比 SP 曹仁只能对一列目标的怒弓好用的。SP 曹仁对自身施加的铁铠是一种新型的特殊护盾，它不受护盾量增加或减少的技能影响，也无法被无视护盾的技能穿透。铁铠不会造成反弹伤害，也不会受到反弹伤害。拥有铁铠的目标还会获得最终伤害减免提升 60% 的效果。这是游戏里首个自带减伤能力的护盾。SP 曹仁的铁铠大有将护盾回归原点，重新再造的意思，让铁铠不再受以前那一堆胡乱提升护盾量技能的影响，以避免会出现护盾叠得太厚，而导致一些队伍无法被打穿的事件重演。将铁铠设定成无法叠加超过最高大生命值 100%， 也是为了避免再重蹈覆辙。无法被无视护盾类技能穿透，则是为了让新型特殊护盾不至于会如同虚设。铁铠无法造成反弹伤害和免疫反弹伤害，则是要改变盾队只依靠高额反弹伤害来输出的不健康玩法。陆服的反弹伤害是非常高的，以往盾队的能力也一直都是比照这个反弹伤害来设定的。这也导致了台服的盾队因为反弹伤害被削弱后，就一直没有真正统治过版本。现在盾队改变了玩法，对台服来说就是好事一件，因为只有这样，台服和陆服的盾队表现才有可能一致。SP 曹仁的怒弓还有3个开局效果和一个施加护盾时的被动效果，能力非常丰富。第一个开局被动会在战斗开始使曹仁自身获得1层坚守，使我方全体获得自身最大生命值 50% 的铁铠。坚守是个新型的锁血盾，它可以抵消一次大于自身最大生命值 20% 的伤害，触发后会移除，并恢复自身 30% 最大生命值。这是目前最强的锁血类技能，它不仅能完全抵消伤害，还能帮忙回血，使我方在受到超过最大生命值 20% 的伤害时，血量不降反升。第二个开局被动会在开局就将敌方的普通护盾清空，并使其获取的普通护盾上限无法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的 50%， 效果持续到战斗结束，这是彻底的将旧型护盾给淘汰了。第3个开局被动则会在我方获得普通护盾时，将其中 30% 的护盾量转化为铁铠，彻底完成将旧转新的最后一步。从此拥有 SP 曹仁的队伍就将拥有最新型的铁铠护盾，而没有 SP 曹仁的队伍就只能继续用着旧世代低人一等的护盾。从此护盾将不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了。怒弓最后一个施加护盾的被动会让 SP 曹仁在为我方施加铁铠时，若自身持有的护盾量不低于 30%， 就可以使敌方防御型魂将首回合的龙魂值消耗增加1点，并且 SP 曹仁每回合前3次反击也会额外为我方提供 10% 的铁铠护盾。增加防御型魂将龙魂值消耗的能力，能有效地限制 SP 孙策、SP 张飞和 SP 曹仁在首回合的龙魂技释放。这项能力在打目前的火烧队和 SP 曹仁的盾队内战都很重要。SP 曹仁怒弓的被动能力很显然会比释放怒弓的能力更强，所以它其实是个不需要释放怒弓也能发挥的角色。这有利于他在当前怒弓被大大限制的环境下作战。接着我们来看 SP 曹仁的龙魂技，
SP 曹仁的龙魂技是比怒功更重要的。SP 曹仁的龙魂技只需要消耗2点，这代表他在 SP 诸葛亮的限制下，也可以自由地释放龙魂技。龙魂技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并额外造成自身护盾值 20% 的真伤，真伤不会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的 20%。释放龙魂技后， SP 曹仁会获得1层万象，我方全体则会获得最大生命值 30% 的铁铠。开局添加的铁铠，再加上释放龙魂技添加的铁铠，就可以触发使敌方防御型武将龙魂值消耗增加的技能。在 SP 曹仁内战中，谁先释放了龙魂技，就能让对面的 SP 曹仁在首回合无法释放龙魂技。这是3幻很常使用的伎俩了，谁的战力高，先在1号未回龙魂释放龙魂技，战况就会对谁更有利。因此，在以 SP 曹仁为主导的盾队时， SP 曹仁一定是站在1号位的。龙魂技附加的万象会使 SP 曹仁的反击伤害会额外附带万象层数，乘自身防御力 20% 的真伤，并且此伤害还可以无视格挡率。万象的初始叠加上限是2层，之后会随着回合结束而提高1层，最多可达到10层。所以 SP 曹仁的反击是属于回合数越多就会越痛的类型，这也是 SP 曹仁主要的输出手段。SP 曹仁的龙魂技一样有被动效果，它会使我方前排首回合无法被撞飞。你看陆服到现在都还在防着撞飞，你就知道公孙瓒的专武有多么逆天了。每当敌方释放主动技能对我方造成伤害后， SP 曹仁就会有 10% 概率对目标进行一次反击，造成自身防御力 200% 的真实伤害。配合夏侯渊羁绊的能力，反击的初始概率会变成 40%， 然后每反击4次就会下降 15%， 最低只会变回原来的 10%， 然后每回合开始又会重置从 40% 开始。SP 曹仁的反击和步练师一样，都属于优先级别最高的被动，即使被控制了也可以照样发动反击。这是盾队改变进攻方式的一步，从反弹伤害变成了更直接的反击伤害。被动同时也给了 SP 曹仁龙魂技和反击伤害可以无视格挡率与非铁铠护盾的能力，这又进一步打击了旧护盾的使用价值。SP 曹仁也会在每回合开始时清除我方生命上限降低的效果，并使自身获得清除总值等量的护盾。消除生命上限降低的效果，除了可以对 SP 关羽、命魂马超和命魂法正的斩杀造成打击外，也可以让盾队重新拥有高血量的格挡率来作为防御的武器，进而加强全队的坦度。清除值转护盾的能力，则可以使 SP 曹仁在前排变得更坦。异火被动会在战斗开始为我方全体施加不灭，不灭会提高 60% 抗破甲率，免疫反弹伤害和免疫一次斩杀效果，触发免疫斩杀后就会被移除。抗破甲是用来对付 SP 关羽的，不灭则是等于给全队买了一次防斩杀的保险。若 SP 曹仁施加不灭时身上已经有不灭效果，则会在触发不灭后再次获得不灭的效果，并提升全体 40% 抗破甲率和最终闪避率，持续3回合。这等于是给全队买了2次防斩杀的保险。不过这个效果需要有助战精卫，先在开局施加1层不灭后才能达成。在精卫出来前， SP 曹仁队只能拥有1次不灭效果。若 SP 曹仁反击护盾值低于自身的目标，造成的伤害结果就会提升 70%， 这在对上非盾队的队伍时很好发挥，也是 SP 曹仁在打非盾队的队伍时主要依靠的能力。异火被动同时也会提升铁铠的能力，使我方全体最终防御力提升 100%， 且受到的无视防御最多不超过 70%。 最终防御提升可以用来增加 SP 曹仁的反击伤害，对无视防御上限的限制，则可以用来对抗靠无视防御吃饭的命魂马超。蜀国的2大输出 SP 关羽和命魂马超，加上斩杀的能力，
全都被 SP 曹仁给针对的死死的，这也是盾队能在这个版本重新站稳的本钱。异火的最后一个效果，会使敌方每累计释放2次怒攻后，就使其怒攻倍率下降 30%， 最多可以叠加5层，但效果只能维持到当前回合结束，并且还会使每回合首个释放3次怒攻的敌方武将获得被锁的效果。这下轮到敌方释放怒攻次数最多的一攻武将，又或者是同样能释放很多次怒攻的 SP 诸葛亮被限制了。被锁是个新型的衰弱型眩晕，无视抵抗和免疫。SP 曹仁还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是新款的啊。3火被动，每层万象会使 SP 曹仁的反击有 10% 概率产生暴击，暴击伤害为 SP 曹仁反弹伤害增加属性的 65%， 这是将反弹伤害这项数值转换成了反击爆伤。3火被动还可以让 SP 曹仁在首回合每次释放龙魂技后，使敌方造成的伤害结果与伤害结果减免降低 20%， 最多叠加3层，效果持续到战斗结束。这是 SP 曹仁与其他队伍拉开属性差距的一种方式。在 SP 曹仁内战中，首回合被限制了释放龙魂技的一方，也会因此在属性上落入下风。5火被动会让 SP 曹仁可以在己方防御型武将每次释放怒攻或释放神兵时，恢复1点龙魂值，每回合最多触发5次。SP 曹仁有没有5火，将会直接影响他在首回合可以释放龙魂技的次数，进而也会影响 SP 曹仁能在敌方身上叠几层造成的伤害结果降低和伤害结果减免降低的效果。5火被动的第2个能力，再次加强了 SP 曹仁释放龙魂技的能力，使 SP 曹仁在首回合每次释放龙魂技时，都可以偷取敌方所有魂将1点龙魂值，最多可触发3次。这是非常强大的龙魂值压制技能，谁的 SP 曹仁先在1号位出手普攻回龙魂，谁就能先释放龙魂技将对面的龙魂值吸走。5火被动的第3个能力，会将我方溢出的铁铠护盾量寄存。当铁铠低于 10% 时，会再将寄存值的 30% 转化为铁铠，每个武将每场战斗只能触发1次。这算是变相的增加了铁铠的上限，但效果其实很有限。SP 曹仁有没有5火，真正影响的是他在首回合释放龙魂技的能力。抽取建议，SP 曹仁3火能用，但要强就还得是5火。尤其是在 SP 曹仁的内战中，5火可以越3火的，毕竟龙魂技的释放对 SP 曹仁来说还是很重要的。现在的3火曹仁能不能打火烧和蜀国，要实测后才能知道了。SP 曹仁在陆浮刚登场的时候是有很强的统治力的，不过那是在盾队有精卫的前提下。SP 曹仁虽然强势，但他的强势期却非常短，只能维持到下一个 SP 武将陆逊出来而已，只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建议非大氪的玩家去碰。再加上官方更改了灵宠顺序，现在还不晓得盾队在失去精卫后会有多大影响。若盾队没有精卫也能玩，那 SP 曹仁就还是有2个月的强势期。若是必须要有精卫才强，那么 SP 曹仁的强势期就会只剩下1个月，这就不是平民应该去碰的队伍了。不着急打巅峰的玩家，可以等 SP 曹仁上线实测后再来决定抽不抽。SP 曹仁的盾队之后还是可以当做2队来使用，他的实力还是会比蜀国更强的，然后在魔窟也可以长期上场使用。中氪玩家若是对盾队有兴趣的，也可以抽个3火来玩玩，平民玩家就一律跳过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